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女子去破院避雨，见蟒蛇瑟瑟发抖。蟒蛇说：“借你的伞一用。”古代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古老村落，名叫云隐村。这云隐村啊，坐落在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。四周的山峦如同巨龙般蜿蜒起伏，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。村里的人们世代以耕作为生，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。然而，在这宁静的背后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和传说。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，天边堆积着厚厚的乌云，仿佛预示着即将有一场大雨倾盆而下。在云隐村东头住着一位名叫翠花的年轻女子。翠花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一笑起来还有两个甜甜的酒窝。村里的小伙子们见了她，没有一个不心动的。这天，翠花刚从集市上买完东西回来，手里提着个竹篮，里面装满了新鲜的蔬菜和几尺布匹，打算给家里人做几身新衣裳。刚走到村口，豆大的雨点就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砸。翠花急忙撑起手中的油纸伞，这伞可是她娘亲手为她缝制的，上面绣着几朵鲜艳的牡丹花，既结实又好看。翠花一边快步走着，一边心里嘀咕：这鬼天气真是说变就变。就在这时，她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破旧的院落。那院落早已荒废多年，杂草丛生，破败不堪。但此刻，对于急于避雨的翠花来说，却成了最好的去处。她快步走到院门前，轻轻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，走了进去。院子里杂草丛生，几棵老树在风中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翠花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院落虽然破旧，但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辉煌。他走到一处屋檐下，收起油纸伞，打算等雨停了再回家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一阵细微的响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丛中蠕动。翠花心里一惊，忙循声望去，只见一条巨大的蟒蛇正蜷缩在不远处的草丛中，浑身湿漉漉的，不停地打着哆嗦，眼中满是惊恐与无助。翠花吓得倒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要知道，在这云隐村里，蟒蛇可是极为罕见的生物，更何况是这么一条巨大的蟒蛇。她定了定神，仔细打量起这条蟒蛇来。只见它浑身覆盖着翠绿的鳞片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但此刻却显得暗淡无光，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翠花心里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之情。她想起娘曾告诉她，万物皆有灵，不可轻易伤害。于是她鼓起勇气，小心翼翼地走近蟒蛇，轻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蟒蛇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情，但她仍然不敢动弹，只是用那双无助的眼睛望着翠花。翠花见状，更加坚定了要帮助她的决心。她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院落里除了杂草和老树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遮挡风雨的东西了。就在这时，她忽然想起了手中的油纸伞。这伞虽然不大，但足以遮挡住蟒蛇的身体。翠花咬了咬牙，决定把伞借给蟒蛇用。她轻轻地走到蟒蛇身边，将伞撑开，挡在了它的头上。蟒蛇似乎感受到了翠花的善意，它缓缓地抬起头，用那双冰冷的眼睛望着翠花，眼中充满了感激。翠花看着蟒蛇那无助的眼神，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流。她轻轻地抚摸着蟒蛇的头，说道：“你就在这躲一会儿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”蟒蛇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它低下头，用身体轻轻地蹭了蹭翠花的手，仿佛是在表达谢意。翠花看着蟒蛇那温顺的样子，心里更加喜欢它了。
他坐在屋檐下，静静地等待着雨停。雨越下越大，仿佛没有要停的意思。翠花有些焦急，她担心家里人担心她，更担心这条蟒蛇在雨中受凉。就在这时，她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她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衣、头戴斗笠的男子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走来。那男子身材高大，步履矫健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他走到院门前，停下脚步，朝里面张望了一番。当他看到翠花和蟒蛇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平静，迈步走了进来。翠花见那男子走近，忙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那男子摘下斗笠，露出一张英俊的脸庞。他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叫墨轩，是个游医，路过此地，见此处有光亮，便想进来避避雨。”翠花闻言，心中稍安。她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也是来避雨的。这位是我的朋友。”墨轩闻言，目光再次落在蟒蛇身上。他仔细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“这条蟒蛇倒是有些灵性，不过它似乎受到了惊吓。”翠花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刚才进来时就看到它躲在草丛中瑟瑟发抖，我见它可怜，就把伞借给它用了。”墨轩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之色。他说道：“姑娘真是心地善良，不过这蟒蛇虽然灵性十足，但终究是个野兽，你还是要小心些为好。”翠花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”墨轩在翠花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，两人开始闲聊起来。墨轩是个见多识广的人，他讲起了自己游历各地的见闻，听得翠花津津有味。而翠花也向墨轩讲述了云隐村的风土人情和传说故事，两人聊得十分投机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就在这时，雨势渐渐小了下来。翠花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雨停了，我该回家了。”墨轩也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也该走了，姑娘保重。”翠花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也保重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各自转身离去。翠花走到蟒蛇身边，轻轻地拍了拍它的头，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吧。”蟒蛇似乎听懂了翠花的话，它缓缓地抬起头，用那双冰冷的眼睛望着翠花，眼中充满了不舍。翠花看着蟒蛇那不舍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些难过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一直留在这里，于是她狠了狠心，转身离去。翠花走出院落，回头望了一眼那座破旧的院落和那条温顺的蟒蛇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。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走还会不会再见到他们，但她知道这段经历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。翠花快步走回家中，家里人见她平安归来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她把自己遇到蟒蛇和墨轩的事情讲给家里人听，家里人听得目瞪口呆，纷纷感叹翠花的奇遇。然而翠花并不知道，这场奇遇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开始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她还将遇到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和人物，而这一切都源于她那颗善良而勇敢的心。转眼间到了深秋，庄稼都收完了，村里头也开始忙活起来，准备过冬的粮食。翠花家里也不例外，她跟娘俩忙着晒白菜、腌酸菜，整天忙得团团转。这天，翠花正忙着往缸里倒盐水，突然听见院子里头扑通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翠花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盆子差点没扔出去。她赶忙放下盆子，跑到院子里头看。这一看，可把她惊得目瞪口呆，院子里头竟然躺着那条蟒蛇。不过这次蟒蛇可不是孤零零的，它身边还多了一个竹篓，竹篓里头装着草药，
还有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。蟒蛇见到翠花，眼里头闪过一丝欣喜，身子轻轻地扭动着，像是在打招呼。翠花愣了愣，随即回过神来，忙上前查看蟒蛇的情况。只见它身上有几处伤口，虽然不深，但也流了不少血。翠花心疼得不行，忙跑回屋里头，拿来了药粉和绷带，小心翼翼地给蟒蛇包扎伤口。忙活了好一阵子，蟒蛇的伤口总算是处理好了。翠花擦了擦汗，看着蟒蛇，问道：“你这是咋回事啊？咋还受伤了？还有这些东西是咋回事？”蟒蛇像是听懂了翠花的话，它缓缓地抬起头，用那双冰冷的眼睛望着翠花，眼里头满是感激。突然，它的嘴里吐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，那珠子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凡物。翠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那蟒蛇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翠花姑娘，莫要惊慌。这颗珠子是我修炼多年的内丹，能治愈百病。我此次前来，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”翠花闻言，惊讶得差点没晕过去。她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你能说话？这是咋回事啊？”蟒蛇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是山中修炼千年的蛇仙，因一时不慎，被仇家所伤，逃难至此。多亏姑娘相救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这颗内丹就当作是我的谢礼吧。”翠花看着那颗闪闪发光的内丹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她知道这内丹对蟒蛇来说意义非凡，但她也知道自己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于是她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行，这内丹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”蟒蛇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。他说道：“姑娘真是心地善良，不过这内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。我如今伤势已愈，只需再修炼些时日，便可恢复如初。而这内丹留在姑娘身边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”翠花闻言，心里头还是有点犹豫，但看着蟒蛇那诚恳的眼神，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，收下了内丹。蟒蛇见状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姑娘日后若有需要，只需将这内丹握在手中，默念我的名字，我便会前来相助。”说完，蟒蛇身子一扭，化作一道绿光，消失在空气中。翠花站在原地，望着蟒蛇消失的方向，心里头感慨万千。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算是跟这条蟒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翠花把那颗内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，从没想过要用它。村里人也渐渐忘了翠花救蟒蛇的事儿，只有翠花自己心里头始终惦记着那位蛇仙朋友。转眼间到了冬天，这天，翠花跟娘俩正在屋里头围着火炉烤火，突然听见外头有人喊：“着火了！着火了！”翠花忙跑到外头看，只见村西头的一户人家起了大火，火势凶猛，眼看就要蔓延开来。翠花心里头一紧，忙跑回家里，拿起那颗内丹，默念着蟒蛇的名字。不一会儿，一道绿光闪过，蟒蛇出现在翠花面前。她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。“翠花姑娘，莫要惊慌，我这就去灭火。”说完，蟒蛇身子一扭，化作一条巨大的水龙，冲向大火。只见那水龙张开大嘴，喷出一股股清凉的水柱，瞬间将大火扑灭。村民们见状，都惊讶得目瞪口呆，他们纷纷围上来，问翠花这是咋回事儿。翠花望着蟒蛇消失的方向，心里头充满了感激。她把自己救蟒蛇、蟒蛇送内丹的事儿讲给大伙儿听，大伙儿听得目瞪口呆，纷纷感叹翠花的奇遇。
这事儿传遍了整个村子，翠花也成了村里的名人。大伙儿都说翠花是积了大德，才遇到了这么一位蛇仙朋友。翠花听着大伙儿的话，心里头美滋滋的。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那颗善良而勇敢的心。从那以后，翠花更加坚信世间万物皆有灵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就能发现它们的美好。而那位蛇仙朋友也成了她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翠花总会想起那条温顺的蟒蛇和那位英俊的游医墨轩，想起那段不可思议的奇遇。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让她在平凡的生活中体验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翠花也从一个青涩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妇人。但她那颗善良而勇敢的心却始终没有改变。她知道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就能战胜一切困难。而那位蛇仙朋友也永远留在了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成为她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翠花成了村里的名人后，日子却依旧过得平平淡淡。她时常想起那条蟒蛇，还有那个神秘的游医墨轩，但生活还得继续，庄稼得种，饭菜得做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溜走了。转眼间，又一年的春节快到了。这天，翠花正忙着在家里包饺子，突然听见院子里头扑棱棱一阵响动。她放下手里的饺子皮，忙跑到院子里头看。这一看，可把她吓了一跳，院子里头竟然站着一位英俊的小伙子，手里还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。翠花瞪大了眼睛，望着这位突如其来的小伙子，心里头嘀咕着：这是谁呀？咋还找到我家里来了？小伙子见翠花出来了，忙上前一步，微笑着说道：翠花姑娘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墨轩啊。墨轩。翠花皱了皱眉，心里头琢磨着这个名字。突然，她眼睛一亮，想起了那个在破院里给她治病的游医。是你呀？你咋来了呢？墨轩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是啊，是我。我游历四方，无意中听说了你救蟒蛇的事儿，心里头很是感动。这不，快过年了，我特地来看看你，还给你带了点礼物。说着，墨轩把手里的包裹递给了翠花。翠花接过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头竟然是一大包药材，还有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。翠花心里头一阵感动，忙请墨轩进屋坐。俩人进屋后，坐在火炉旁，边烤火边聊了起来。墨轩问起了翠花这些年的生活，翠花也把自己救蟒蛇送内丹的事儿讲给了墨轩听。墨轩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地点头称赞。聊着聊着，翠花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忙从柜子里拿出那颗闪闪发光的内丹，递给墨轩看。墨轩接过内丹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说道：这颗内丹真是非同小可，看来那条蟒蛇对你真是情深意重啊。翠花闻言，心里头一阵感慨。她说道：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自己无意间救了一条蟒蛇，竟然会得到这么大的回报。墨轩大哥，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神奇的？墨轩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世间万物皆有灵，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奇怪。翠花姑娘，你心地善良，又勇敢无畏，这才是最难得的。俩人聊得很投机，一直聊到天黑。墨轩看了看天色，说道：翠花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这些药材和小玩意儿，你就留着用吧，希望他们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。翠花闻言，心里头一阵不舍。她说道：墨轩大哥，你这就走啊？要不在我家吃顿饺子再走吧？墨轩笑着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不了，我还有事儿要忙。翠花姑娘，你保重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完，墨轩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翠花望着墨轩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头一阵感慨。她知道这位墨轩大哥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他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从那以后，翠花时常想起墨轩，想起他那温暖的笑容和潇洒的身影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总会拿出那颗内丹，默默地端详着。她知道这颗内丹不仅代表着蟒蛇的感激之情，更代表着她与这个世界之间那份难以言喻的奇妙缘分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，翠花依旧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但她的内心却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。她开始更加关注身边的一切，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她发现，原来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奇迹和惊喜。又是一年的春节到了，这天，翠花在家里忙着包饺子、贴春联，突然听见院子里头传来一阵熟悉的响动。她放下手里的活，忙跑到院子里头看。这一看，可把她高兴坏了。院子里头竟然站着那条蟒蛇和那位英俊的墨轩。蟒蛇见到翠花，身子轻轻地扭动着，像是在打招呼。墨轩也微笑着向翠花点了点头。翠花望着他们俩，心里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之情。她知道这两位朋友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仨人进屋后，围坐在火炉旁，边烤火边聊了起来。蟒蛇用他那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翠花的感激之情，而墨轩则分享着他这些年的游历经历。翠花听着他们俩的话，心里头充满了温暖和幸福。她知道，这一刻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夜幕降临了，仨人依旧聊得热火朝天。突然，蟒蛇抬起头，望着翠花说道：“翠花姑娘，我们该走了。感谢你这些年对我们的照顾和陪伴，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你依旧能过得快乐而充实。”翠花闻言，心里头一阵酸楚。她知道这两位朋友要离开了，但她也知道他们之间的缘分并未结束。于是她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们俩保重吧，希望以后的日子里咱们还能再见面。”说完，蟒蛇和墨轩站起身，向翠花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身离去。翠花望着他们俩远去的背影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但她知道，这两位朋友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头，成为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。从那以后，翠花依旧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总会想起那条蟒蛇和那位英俊的墨轩。她知道，他们俩就像两颗璀璨的星星，永远照亮着她前行的道路。而她也会带着这份珍贵的回忆和勇气，继续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和困难。因为她知道，只要心中有爱和勇气，就能战胜一切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郡守公子孟玉翘家人被丫鬟质问：“你到我家小姐坟墓，在那江南水乡有一座名叫润州的古城，这城里呀，住着一位权势显赫的郡守大人，姓李，人称李郡守。这李郡守啊，家大业大，膝下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名叫李义臣。李义臣自幼娇生惯养，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却偏偏有个怪毛病，爱做稀奇古怪的梦。这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李义臣又在书房里挑灯夜读，不知不觉间，困意袭来，他打了个哈欠，便趴在书桌上睡着了。这一睡可不得了，竟做起了一个美梦。梦中，他来到了一片云雾缭绕的仙境，那仙境之中，百花争艳，鸟语花香，宛若人间天堂。正当他陶醉之时，一位身着彩衣、头戴珠翠的俏佳人缓缓走来。那女子生得花容月貌，眸若秋水，唇若点酱，只一眼便让李义臣心驰神往。公子，你可是迷路了？那女子声音如黄莺出谷，清脆悦耳，
李义臣一时看得痴了，竟忘了回答：“我乃此间之主，名曰孟瑶，见公子似有烦心事，愿为公子解忧。”孟瑶微微一笑，犹如春风拂面。李义臣这才回过神来，忙道：“在下李义臣，乃是润州郡守之子，近日并无烦心之事，只是常作怪梦，不知姑娘能否指点迷津？”孟瑶闻言，眉头微蹙，随即又舒展开来，道：“公子梦中之事，或许与前世有缘，又或许是有人在暗中呼唤。不过公子既然来到此地，便是缘分，不如随我四处走走，或许能寻得一丝线索。”李义臣欣然应允，跟着孟瑶穿梭于仙境之中，时而赏花品茶，时而抚琴吟诗，好不快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孟瑶突然停下脚步，指着前方的一座古墓道：“公子可曾听说过，古墓之中常有亡魂徘徊，或许你的梦与那古墓有关。”李义臣一听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寒意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是梦，又何惧之有？于是他鼓起勇气，跟着孟瑶走进了古墓。古墓之内阴森幽暗，寒气逼人，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。突然一阵风吹过，烛火熄灭，四周一片漆黑。“公子莫怕，有我在。”孟瑶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带着一丝温暖。李义臣心中稍安，紧握着他的手，继续前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亮光闪过，古墓之中竟出现了一扇石门，石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。李义臣正欲细看，却被孟瑶拉住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。”话音未落，石门轰然关闭，四周再次陷入黑暗。李义臣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再睁开眼时，已发现自己躺在书房的桌子上，窗外天色已明。李义臣揉了揉眼睛，心中仍回味着梦中的一切，那孟瑶，那古墓，还有那神秘的符号，都让他难以忘怀。自此之后，李义臣每晚都会做同样的梦，与孟瑶在仙境中相会，而那古墓也成了他们必去之地。转眼间，数月已过，李义臣的身体却日渐消瘦，精神萎靡不振。李郡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遍访名医，却都束手无策。这天，李郡守正愁眉不展，忽闻府外传来吵闹声，原来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士在门外求见。李郡守将信将疑地将老道士请了进来。那老道士鹤发童颜，仙风道骨，一进门便道：“贵公子可是每晚都做怪梦，梦中与一女子相会，且常去古墓之中。”李郡守一听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忙道：“道长所言极是，不知可有解法？”老道士捋了捋胡须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古墓之中埋藏着一位名叫孟瑶的女子，生前乃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，上吊自尽，亡魂不得安息，一直在古墓中徘徊。贵公子与他梦中相遇，实则是他亡魂在作祟，若不及时解救，只怕贵公子性命难保。”李郡守闻言，吓得脸色苍白，忙道：“还请道长救救犬子。”老道士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要救贵公子，须先找到孟瑶小姐的坟墓，超度她的亡魂，方能解除此厄。”李郡守不敢怠慢，立即派出手下，按照老道士的指引，前往那梦中仙境所在之地。经过一番搜寻，终于在一片密林深处找到了一座古墓。那古墓之上长满了青苔和藤蔓，显得古老而神秘。手下们将古墓打开，只见里面果然躺着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，面容如生，正是孟瑶小姐。李郡守见状，忙命人将女尸抬回，准备超度亡魂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名丫鬟突然冲了出来，指着李义臣，厉声道：“你到我家小姐坟墓
该当何罪？”李义臣一愣，正要解释，却见那丫鬟已哭得梨花带雨，道：“我家小姐生前便命苦，死后也不得安宁，你们这群贼人竟敢打扰她的清静。”李郡守一听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忙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我们是来超度你家小姐亡魂的，并非盗墓贼。”丫鬟闻言，哭声渐止，疑惑地看着他们。老道士见状，忙上前解释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你家小姐亡魂一直徘徊在古墓之中，不得安息，这才导致贵公子每晚做怪梦，身体日渐消瘦。我们是来帮她的，并非恶意打扰。”丫鬟一听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忙跪倒在地，道：“求道长救救我家小姐，让她早日安息。”老道士点了点头，命人将梦瑶小姐的尸身安置好，又准备了香烛纸钱，开始超度亡魂。一时间，古墓之中香烟缭绕，经文声声，只听得那丫鬟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，仿佛要将心中的委屈和痛苦都哭出来。超度完毕，老道士又命人将梦瑶小姐的尸身重新安葬，并在古墓前立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梦瑶小姐之墓，愿亡魂安息”。做完这一切，李郡守和手下们才返回润州，而李义臣自那夜之后再也没有做过怪梦，身体也渐渐恢复了原样。只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他总会想起那个名叫梦瑶的女子，想起他们在梦中的相遇和那段美好的时光。然而，故事到这里却并未结束。原来，那梦瑶小姐生前确实与一位名叫李义臣的书生有过一段情缘，只因家世悬殊，被父母棒打鸳鸯，这才上吊自尽。亡魂一直徘徊在古墓之中，等待着与李义臣再续前缘。而李义臣正是那书生转世投胎之人，两人命中注定有此一劫，却又因缘际会得以重逢。只是这世间之事往往造化弄人，他们虽在梦中相遇，却终究无法走到一起。不过，梦瑶小姐的亡魂得以安息，李义臣也恢复了健康，这对于他们来说，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而那段发生在古墓中的奇缘，也成了润州城里流传最广、最动人的传说之一。每每有人提及此事，总会感叹一番，说这世间之事真是无奇不有，缘分二字更是妙不可言。而那座古墓也成了人们口中的神秘之地，每逢月圆之夜，总会有人前去祭拜，希望梦瑶小姐的亡魂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安宁。李义臣自打从那古墓一事后，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但他心里头总惦记着梦瑶那丫头，有时候半夜醒了，还能想起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心里头那个滋味别提多难受了。李郡守看着儿子日渐消瘦，心里头也着急，寻思着给他找个媳妇冲冲喜。可李义臣哪还有心思娶媳妇整天魂不守舍的，嘴里头还老念叨着梦瑶梦瑶的。李郡守一听这名字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这不是那古墓里的女子吗？这孩子是中了邪了咋的？李郡守心里头犯嘀咕，忙又把那老道士给请来了。老道士一听这事儿，眉头紧锁，道：“这事难办你家公子这是陷得太深了。那梦瑶小姐的亡魂虽然安息了，但两人的情缘未了李郡守一听，急眼了，那可咋整？道长你得想想办法呀。老道士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法子倒是有一个，但得看你家公子敢不敢试了。”啥法子？只要能救我儿子，啥都敢试。李郡守拍着胸脯保证。老道士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那古墓之中有一棵百年灵芝，据说有起死回生之效。若能将那灵芝取来，给你家公子服下，或许能让他忘了那段情缘。”灵芝？古墓里头？
那感情好啊，我这就派人去取。李郡守一听，眼睛立马亮了。老道士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那古墓之中机关重重，稍有不慎便会丧命，还是让我那徒弟去吧。”说罢，老道士便派了他的徒弟小张子，一个身手敏捷、聪明伶俐的小伙子，带着几个手下前往古墓取灵芝。经过一番艰难险阻，小张子和手下们终于找到了那颗灵芝，小心翼翼地将其采下，带回了润州。李郡守一见灵芝，忙命人熬成汤药，给李义臣服下。李义臣喝下灵芝汤后，便沉沉睡去，这一睡便是3天3夜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眼神已变得清澈明亮，仿佛之前的种种都如过眼云烟，不复存在。儿啊，你可算醒了！李郡守见儿子醒来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李义臣看了看四周，疑惑道：“爹，我这是咋了？咋睡了这么久？”李郡守一听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啊，看来灵芝真起作用了，忙道：“没事儿，你就是太累了，睡了一觉就好了。”李义臣挠了挠头，道：“我咋觉得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呢？梦里头还有个叫梦瑶的姑娘。”李郡守一听，心里头咯噔一下，忙道：“啥梦瑶不梦瑶的，你可别瞎想了，咱得好好过日子。”李义臣点了点头，也没再多想，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了。转眼间，李义臣便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。李郡守给他寻了一门亲事，女方是城里头有名的富商之女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性格也温柔。李义臣和那姑娘一见面便看对眼了，两人很快就成了亲。婚后，小两口过得那叫一个甜蜜，没多久便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，把李郡守乐得合不拢嘴。然而，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润州城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原来，那古墓里头不知咋的就塌了，露出了里面的棺材和陪葬品，引得不少人前去围观。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李郡守的耳朵里，他心里头那个忐忑呀，生怕那梦瑶小姐的亡魂又出来作祟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事儿过去了好几天，也没啥动静，李郡守这才放下心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无意间从下人嘴里头听到了一件事儿，说那古墓塌了之后，有人看见过一个穿着彩衣的女子在废墟上徘徊，那模样跟李义臣之前梦里头的梦瑶一模一样。李郡守一听，吓得脸色煞白，忙把这事儿告诉了李义臣。李义臣一听，心里头也是咯噔一下，但他转念一想，自己已经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，过去的种种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，便道：“爹，你别瞎想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咱得往前看。”李郡守一听，觉得儿子说的有理，便也没再多想。然而这事儿却像一块石头压在了他的心头，让他始终无法释怀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李义臣做了个梦，梦里头他又来到了那片仙境，梦瑶正站在那儿，微笑着看着他。“义臣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梦瑶的声音如春风拂面，温柔而又熟悉。李义臣一愣，道：“梦瑶，你不是已经……”梦瑶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从未离开过，只是你看不见我罢了。如今你我情缘已了，我也该去投胎转世了。在你心中，或许我只是一个过客，但在我心中，你却永远是最重要的人。”说罢，梦瑶便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了夜空中。李义臣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已经满头大汗。他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儿子，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感。他明白，梦瑶已经放下了，自己也应该放下，珍惜眼前人，好好过日子。从此以后，李义臣再也没有做过怪梦，他和妻子恩爱有加，儿子也聪明伶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而润州城里关于古墓和梦瑶的传说，也渐渐被人们淡忘，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。只有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义晨还会偶尔想起那个名叫梦瑶的女子，想起那段如梦如幻的情缘。但他知道，那都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他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生活，而他也会好好珍惜这一切，直到永远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篾匠杀鸡给妻子吃，鸡却口吐人言，他吃完我就该吃你了。在清末民初那会儿，江南水乡有个叫柳河的小镇，镇上有个手艺高超的篾匠，名叫赵老五。赵老五40来岁，身材魁梧，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，一双大手布满老茧，编出的竹篮、竹筐结实又美观，远近闻名。赵老五的妻子王翠花是个贤惠的女人，模样周正，心地善良。两人育有一子一女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和和美美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2年前，王翠花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浑身无力，日渐消瘦，看了许多大夫，吃了不少药，却始终不见好转。这天，赵老五从镇上回来，手里提着一只肥硕的大公鸡。他边走边想，翠花这病得好好补补，这只鸡炖了汤，准能让她精神些。想着，他加快了脚步，不一会儿便回到了家中。王翠花正躺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见赵老五回来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赵老五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，轻声说道：“翠花，你看我给你带啥回来了？”说着，他将大公鸡提到王翠花眼前。王翠花一看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又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老五，这鸡咱留着下蛋吧，卖了钱还能给你和孩子买些好吃的。”赵老五佯装生气，说道：“说啥呢？你的身子要紧，这鸡今天就炖了，给你补补。”王翠花拗不过他，只好点了点头。赵老五麻利地将鸡杀了，拔毛、开膛破肚，一番忙活后，将鸡炖在了锅里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便飘出了诱人的香味。赵老五守在灶台前，不时地揭开锅盖看看，生怕火候不够，炖不烂。王翠花被香味吸引，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坐在灶台旁，看着赵老五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终于，鸡肉炖好了，赵老五盛了一大碗，端到王翠花面前，说道：“翠花，快趁热吃。”王翠花接过碗，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鸡肉，正要往嘴里送，突然那鸡肉竟动了起来，接着从鸡嘴里竟传出了一阵人声：“他吃完我就该吃你了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赵老五和王翠花都吓了一跳，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鸡肉滚了一地。赵老五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地上的鸡肉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王翠花更是吓得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赵老五才缓过神来，他捡起地上的鸡肉，仔细查看，却发现那鸡肉早已炖得烂熟，根本不可能动弹，更不可能发出人声。他心中疑惑，难道是自己眼花了，耳朵听错了？他转头看向王翠花，只见王翠花仍然瞪大眼睛，呆呆地看着自己，显然也被刚才那一幕吓得不轻。赵老五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翠花，别怕，可能是咱俩都太累了，眼花了，耳朵也听错了。”王翠花点了点头，虽然心中仍然害怕，但也不想让赵老五担心，便强作镇定地说道：“可能是吧，咱们再炖一只吧。”赵老五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用了，这只鸡已经炖好了，不能浪费，我再去给你盛一碗。”说着，赵老五又盛了一碗鸡肉，递给王翠花。王翠花接过碗，这次她不敢再直接吃，而是先闻了闻，
确认没有问题后，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鸡肉放进嘴里。鸡肉入口即化，鲜美无比。王翠花吃了几块后，脸色渐渐好转，精神也恢复了些。赵老五见状，心中稍安，心想可能是自己真的眼花了，耳朵也听错了。然而，就在赵老五准备收拾碗筷时，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鸡鸣声，他心中一惊，忙跑到院子里查看。只见院子里空空如也，哪有什么鸡？他心中疑惑，难道是自己幻听了？就在这时，他听到王翠花在屋里喊道：“老五，你快进来！”赵老五忙跑进屋里，只见王翠花指着窗外，脸色惊恐。赵老五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窗外不知何时竟站着一只大公鸡，正瞪着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赵老五心中一凛，忙抄起一根木棍，就要去打那鸡。那鸡却似乎并不害怕，反而张开翅膀，扑棱棱地飞了起来，直奔他们扑来。赵老五挥舞着木棍，与那鸡斗了起来。那鸡异常凶猛，啄得赵老五手上鲜血直流。就在这时，王翠花突然喊道：“老五，别打了，你看那鸡。”赵老五忙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定睛看去，只见那鸡不知何时竟变成了一只人形，浑身长满鸡毛，脸也变成了鸡脸，正张着嘴，露出锋利的牙齿向他们扑来。赵老五和王翠花吓得连连后退，一直退到墙角。那鸡精怪扑了上来，张开嘴就要咬他们。赵老五情急之下，抄起灶台上的菜刀，狠狠地砍向那鸡精怪。只听扑哧一声，那鸡精怪被砍中，鲜血四溅，倒在地上。赵老五和王翠花看着地上的鸡精怪，半天才缓过神来。他们这才明白，原来刚才那只鸡并不是普通的鸡，而是一只鸡精怪。他想要吃掉王翠花，然后再吃掉赵老五。赵老五和王翠花心有余悸，忙将鸡精怪的尸体拖到院子里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遇到过奇怪的事情，王翠花的病也渐渐好了起来。这事儿在柳河镇上流传开来，人们都说赵老五和王翠花是吉人自有天相，才躲过了这一劫。而赵老五也从此更加珍惜与妻子和孩子的相处时光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但在赵老五和王翠花的心中，却始终留下了一个阴影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他们都会想起那只鸡精怪，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他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未知的事物，是他们无法理解的，也是无法掌控的。他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珍惜眼前人，好好生活。后来，赵老五将这事儿讲给了镇上的老人们听，老人们听后都啧啧称奇，纷纷感叹世间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而赵老五也因为这事儿，在镇上出了名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。这事儿虽然听起来荒诞不经，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，人们普遍相信鬼神之说，因此这事儿在柳河镇上流传了很久很久。直到后来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科技的发展，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，这事儿才渐渐被人们淡忘。不过，每当有人提起这事儿时，赵老五和王翠花都会相视一笑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。他们知道，这事儿虽然诡异，但却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这就是赵老五和王翠花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勇气、智慧和爱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，只要我们心中有爱、有勇气、有智慧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且说这事过后，赵老五在镇上的名声是更响了。原先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手艺好的篾匠，
现在则又添上一条，胆识过人，连鸡精怪都不怕。每次赵老五走在街上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，热情地邀他去家里喝2盅。赵老五也不含糊，有空就去，一来二去，跟镇上的人关系处得更铁了。王翠花的身子骨也渐渐硬朗起来，原先病恹恹的模样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满面红光，精神头十足。他跟赵老五说，这都是托了赵老五的福。赵老五听了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比吃了蜜还甜。转眼间又是一年春暖花开。这天，赵老五正忙着编竹筐，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他。他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走出去一看，原来是镇上的刘老汉。刘老汉70多岁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是镇上有名的老中医。赵老五忙迎上去，问道：“刘大爷，您咋来了？有啥事儿吗？”刘老汉捋了捋胡子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没啥大事儿，就是来看看你和你媳妇。你们遭了那鸡精怪的罪，我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。”赵老五一听，心里头那个感动呀，忙把刘老汉让进屋里。王翠花见刘老汉来了，也忙从屋里出来迎接。3人坐在炕头上，聊起了家常。聊着聊着，刘老汉突然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老五啊，你知不知道那鸡精怪为啥偏偏要找你媳妇？”赵老五一听，愣住了，这事儿他还真没想过。王翠花也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刘老汉。刘老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儿啊，还得从你媳妇得病说起。你媳妇得的病，不是普通的病，而是中了邪。那鸡精怪呀，早就盯上你媳妇了，就等着机会下手呢。”赵老五和王翠花一听，都吓了一跳。赵老五忙问道：“刘大爷，那这是咋回事啊？您快给我们讲讲。”刘老汉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你媳妇得病的头1年，镇上来了个游方道士。那道士一眼就看出你媳妇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他本想帮你媳妇驱邪，可没想到那鸡精怪道行太深，道士不是他的对手，被打跑了。从那以后，你媳妇的病就越来越重了。”赵老五和王翠花听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缓过神来。赵老五忙问道：“那刘大爷，您知道咋能彻底除掉那鸡精怪不？”刘老汉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难啊，那鸡精怪道行太深，一般的法子根本对付不了他。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道你敢不敢试？”赵老五一听，忙说道：“刘大爷，您有啥主意就快说，只要能除掉那鸡精怪，我啥都敢试。”刘老汉看着赵老五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你就得去一趟黑风口。黑风口有个老神仙，据说法力无边，能降妖除魔。你若能求得他出手，那鸡精怪就不足为惧了。”赵老五一听，眼睛亮了，他忙问道：“那黑风口在哪儿？多远？”刘老汉说道：“远倒是不远，往西走20里地就到了。不过那地方可不好进，黑风口常年被浓雾笼罩，进去的人10个有9个都出不来。你若是真想试，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”赵老五咬了咬牙，说道：“行，我明天就去。”王翠花一听，忙说道：“老五，你可别犯傻呀，那黑风口多危险呐！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可咋活呀？”赵老五握着王翠花的手，说道：“翠花，你放心，为了咱俩和孩子，我啥都敢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”王翠花看着赵老五坚定的眼神，心里头虽然还是担心，但也知道劝不住他。他只能默默地给赵老五收拾了些干粮和水，又叮嘱了他几句，让他路上小心。第2天一大早，赵老五就背上行囊，踏上了前往黑风口的路。一路上，他翻山越岭，
走了不知多久，终于来到了黑风口。只见前方白茫茫一片，浓雾缭绕，啥也看不见。赵老五深吸了一口气，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一进黑风口，赵老五就觉得不对劲儿。这地方阴森森的，冷得直打哆嗦。他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前面有个黑影儿在晃动。他忙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偷偷地往前看。只见那黑影儿越来越近，渐渐地露出了真面目，竟是一只巨大的黑熊。赵老五一看，吓得差点没叫出声来。他心想，这下完了，刚进来就碰上个大家伙。他忙停住呼吸，一动不动地躲在树后面。那黑熊似乎并没发现他，径直往前走去。赵老五见他走了，这才松了口气，继续往前走。又走了不知多久，赵老五终于走出了浓雾，来到了一个山洞前。只见那山洞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老神仙洞府”4个大字。赵老五心中一喜，忙上前敲门。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。那老头穿着一身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根拐杖，看起来仙风道骨。赵老五忙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老神仙在上，请受我一拜。”那老神仙看着赵老五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是来求我帮你除妖的吧？”赵老五一听，愣住了，心想这老神仙咋啥都知道呢？他忙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正是，我媳妇被鸡精怪缠上了，求老神仙出手相救。”那老神仙捋了捋胡子，说道：“这事儿不难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